15岁那年，我妈带我去给有钱人家当保姆的女儿，她让我叫那个男人叔叔，让我在他家做透明人。直到我无意间看到了他年轻时的照片，那张脸和我一模一样。原来那个男人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杭州入秋的那天，我妈把我从老家接了过来，大巴车开了7个半小时。我靠着车窗，看窗外的风景，从山变成楼，从绿变成灰，心里一点期待都没有。我妈坐在旁边，一双手绞着衣角，比我还紧张。欣欣，到了陈叔叔家要懂事，知道吗？懂事。我这辈子听得最多的就是这2个字。我偏过头看她，我妈今年才34，但眼角的细纹让她看起来像40岁的人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，她最好的衣服，头发扎得紧紧的，整个人绷得像一根快断的弦。知道了，我说。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车窗外的楼越来越高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又浮现出那间厕所，那些手机，那些笑声。后排的男生把视频传到年级群的时候，我只是面无表情地收拾书包。班主任叫我谈话，说学校会严肃处理。然后镇长的电话打到了校长办公室，一切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吃了半瓶安眠药，被外婆发现的时候，我已经吐了满床。我妈连夜赶回来，在医院的走廊里哭了一整晚。第2天，她说要带我去杭州。现在我们在杭州了。大巴到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。我妈拖着我的行李箱，带我换了2趟公交，最后停在一个小区门口。小区很漂亮，比我们镇上任何地方都漂亮。门口有保安，花园里有喷泉，楼栋之间种着修剪整齐的银杏树。陈叔叔住这里。我问我妈，她点点头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他和秦阿姨人都很好的，你见到他们要问好。他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。我跟着他走进小区，穿过花园，上了电梯。我妈按了12楼，然后对着电梯里的镜子整理衣服。我看到她的手在发抖。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个女人，看起来30出头，穿着一套浅灰色的家居服，头发披散着，脸上化着淡妆。她看到我们，笑了一下，但笑容不深。秦姐。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，这是我女儿林欣。秦阿姨好。我低下头。进来吧。秦阿姨让开了身子。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去。客厅很大，比我在老家住的整间屋子都大。米色的真皮沙发，白色的大理石茶几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结婚照。照片上的男人穿着黑色西装，女人穿着白色婚纱，2个人笑得很灿烂。他还没下班。秦阿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你们先把东西放到佣人房吧。佣人房，我知道这个词的意思。我妈在这里是保姆，我是保姆的女儿。好的，秦姐。我妈拉着我往里走。佣人房在厨房旁边，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一张单人床，一个小衣柜，一张书桌。我妈把行李箱放在床边，开始帮我整理衣服。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。她说，妈妈睡隔壁的佣人房，你住这里。我看着她弯腰整理行李的背影，突然觉得很心酸。她在这个家里连一个像样的房间都没有，却还要想方设法给我腾出一个单独的空间。妈，我叫她。陈叔叔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妈的手停了一下，过了很久，她才说，好人。
是个很好的人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。那天晚上7点，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。我妈正在厨房准备晚饭，秦阿姨在卧室打电话。我一个人坐在佣人房里写作业，听到客厅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我回来了。”那个声音让我莫名的心跳加速。我放下笔，走到门边，把门打开一条缝。玄关的灯亮着，一个男人正在换鞋。他穿着深灰色的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。他换好鞋，抬起头，正好看向这边。我们对视了1秒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就是林欣吧？”声音温和，带着一点沙哑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。我妈从厨房跑出来：“陈先生，您回来了。这是我女儿，欣欣。我知道，你之前说过。”她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和我平视：“你好，我是陈阳，你可以叫我陈叔叔。”她的眼睛很亮，嘴唇的弧度很好看。她看着我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。陈叔叔好。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欢迎来杭州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跟叔叔说，别客气。”他的手很暖。那一瞬间，我的鼻子突然酸了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任何一个成年男人摸过我的头，没有人在我面前蹲下来，平视着我，说欢迎。谢谢陈叔叔。我低下头，怕他看到我发红的眼眶。他站起来了，转身问秦阿姨在不在。我妈说秦姐在卧室，她就走了进去。我回到房间，关上门，坐回书桌前，心跳还是很快。我拿出笔，想继续写作业，但手在发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发抖，我只是觉得那个叫陈阳的男人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可是我明明从来没有见过他。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佣人房的床很小，被子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。窗外的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。客厅的挂钟敲了10下。10点半的时候，我听到我妈的脚步声，她走得很轻，像是怕吵醒谁。然后我听到敲门声，3声，很轻。我悄悄走到门边，把耳朵贴在门上。陈先生，对不起打扰您了。我妈的声音很小，很抖，我能进来说吗？有什么事吗？陈叔叔的声音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关于我女儿的事。沉默了几秒，进来说吧。门关上了，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得很快。我妈在向他借钱，我听到了5万这个数字，还有戒毒费、租房这些词。然后是我妈的哭声。我靠在门板上，咬着嘴唇。我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要在学校被人欺负，为什么要吃安眠药，为什么让我妈在别人面前低声下气。但更让我恨的是那些欺负我的人，那几个男生，镇长的儿子，他们的笑声，他们举着的手机。我闭上眼睛，指甲掐进掌心。客厅里传来开门的声音，我妈出来了。谢谢陈先生，真的谢谢您。她的声音还在抖。不用客气，钱的事明天我转给你，你慢慢还就行。您真的是个好人。我妈的脚步往佣人房这边来，我赶紧跑回床上，拉过被子装睡。门开了，我妈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关上门，回了隔壁。那晚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，是委屈，是愤怒，还是看到我妈这么辛苦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助。
但我记住了那个男人的声音，温和、沉稳，让人安心的声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尽量避免出现在陈叔叔面前。我看到他的时候会问好，然后就躲回自己的房间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妈会把我那份端到佣人房来，说这样不用打扰他们。我其实知道她是我妈刻意拉开距离，她怕我在主人面前表现不好，怕丢了这份工作。周五那天，陈叔叔的妻子秦阿姨出差回来了。她进门的时候，我正在客厅擦桌子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2秒。这孩子，她转头看向刚从书房出来的陈叔叔，你不觉得他和你长得有点像吗？我手里的抹布差点掉在地上。陈叔叔的表情变了一瞬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是吗？我没注意。秦阿姨又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，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最近太累了。她进了卧室，我站在原地，心砰砰直跳。我长得像她。我偷偷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结婚照，照片上的男人眉骨很高，鼻梁很直，嘴唇的弧度很特别。我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我的眉骨也很高，我的鼻梁也很直。我走到卫生间，关上门，站在镜子前。镜子里的女孩瘦瘦的，脸色苍白，眼睛下面有黑眼圈。但是如果仔细看，我抬起手捂住嘴，不，一定是巧合。我妈说，我爸爸在我出生前就死了，是病死的，他从来没有骗过我。可是为什么那个秦阿姨会说那种话？为什么陈叔叔的表情会变？为什么我妈从来不让我看爸爸的照片？我站在镜子前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那天晚上，我趁我妈在厨房忙的时候，偷偷溜进了书房。书房不大，一面墙是书柜，一面墙是电脑桌。书柜最下面一层有几个收纳箱，我蹲下来，一个个打开，相册、文件、杂物。翻到第3个箱子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一本旧相册，封面是皮质的，已经有些磨损。我打开第1页，一张合影，年轻的陈叔叔站在樱花树下，旁边是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。女孩笑得很灿烂，眼睛弯成月牙。是陈叔叔大学时期的照片，他那时候比现在瘦，但五官没怎么变，眉骨、鼻梁、嘴唇。我拿相册的手开始发抖。我跑到镜子前，把相册举到脸旁边，镜子里映出2张脸，一张是照片上的他，20岁出头的样子，一张是我，14岁，苍白瘦弱的女孩，一模一样的眉毛，一模一样的鼻子，一模一样的嘴唇弧度，一模一样的下颌线条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在墙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但我的理智告诉我，这不是巧合，世界上没有这种巧合。我合上相册，放回原处，然后跑回佣人房。我坐在床上，全身都在发抖。如果陈叔叔是我爸爸，那么我妈这些年说的你爸爸死了是什么？那么他带我来这个家里当保姆，让我叫自己的亲生父亲叔叔，又算什么？我抱住膝盖，身体蜷成一团。14年来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，在学校被同学笑是野种，被亲戚说你妈不容易，你要懂事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妈的话，但是现在那些我以为牢不可破的东西突然碎了。我爸爸没死，他就在这里，在这个家里，每天和我吃同一桌饭，呼吸同一个屋檐下的空气。
而我只能叫他陈叔叔。那一瞬间，我不知道该恨谁。恨我妈，她一个人把我养大，吃了那么多苦。恨他，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恨我自己，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可是我就是好恨，恨这个荒谬的世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妈发现我眼睛红肿。欣欣，你怎么了？她摸着我的脸，哭过了。没有。我偏过头，昨晚看电视，眼睛有点不舒服。我妈看了我一会儿，没有再追问。快吃早饭吧。陈先生和秦姐出门了，今天家里就我们2个人。我点点头。吃完早饭，我妈在厨房洗碗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墙上的结婚照。照片上的陈叔叔笑得很幸福。他旁边的女人不是我妈妈，他有一个妻子，有一个家，而我和我妈只是这个家的佣人和佣人的女儿。我突然很想笑，但又想哭。妈，我走进厨房。我爸爸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妈的背影僵了一下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突然想到了，病死的。我妈继续洗碗，声音很平静。肝癌，你还没出生就走了。有照片吗？那时候穷，没怎么拍照。唯一一张照片搬家的时候弄丢了。他长什么样？就普通人。和我像吗？我妈的手停住了。她转过身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慌张。怎么突然问这些？没什么。我挤出一个笑容，就是好奇。我妈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她走过来，把我抱进怀里。欣欣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妈妈永远爱你。她的声音在发抖，知道吗？我应了一声，没有回报她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查清楚真相。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机会比我想象中来得快。第二天是周六，陈叔叔不上班，一个人在书房处理文件。秦阿姨又出差了，我妈出门买菜，家里只有我和她。我敲了敲书房的门，请进。我推开门，她正坐在电脑前。看到是我，她摘下了眼镜。欣欣，怎么了？陈叔叔。我在门口站定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当然。您年轻的时候认识我妈妈吗？她的表情变了，很细微的变化，但我捕捉到了。她的眼睛闪烁了一下，嘴角的弧度消失了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她的声音还是平静的。因为我在您书房里找到了一张照片。我看着她，您和一个女孩的合影。那个女孩很像我妈年轻时候的样子。这是试探。我并没有看清那张照片上女孩的脸，但我知道我妈19岁就生下了我。如果陈叔叔是我爸爸，那他一定认识19岁的我妈。陈叔叔站了起来。你翻了我的东西。我无意间看到的。我们对视着。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的走，每一秒都很漫长。坐。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我坐下了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然后他说，我认识你妈妈。15年前。我的心猛地收紧。那时候我在读大3。他的声音很低。他来隔壁学校读大1，我们在大学城的咖啡馆认识的，在一起了3个月，然后分开了。为什么分开？因为我不相信他。他低下头，他说她怀孕了，我以为他在骗我。书房里安静的可怕，我的手指在发抖，但我逼自己保持平静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离开了。再也没有见过他，直到1年前，他来我家应聘保姆。我站起来。
椅子往后滑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所以你知道，我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你让他在你家当保姆，让他每天看着你和你的妻子。你知道他有个女儿，却从来不想想那个女儿可能也是你的。我不知道。他站起来，脸上满是痛苦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直到你来了，我看到你的脸，我才开始怀疑。但我不能确定。你确定什么？我打断他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你确定我长得和你一模一样？你确定你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你的鼻子，我的鼻子？你确定这些事情的同时，我却只能叫你陈叔叔？欣欣，不要叫我。我往后退。你凭什么叫我？15年了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小时候别人怎么叫我的？野种，没爹的孩子。我妈一个人打3份工供我读书，我被人堵在厕所拍视频传到网上。你那时候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，和他的妻子过着体面的生活。而我妈在同一个小区的佣人房里，擦着他们用过的碗，洗着他们换下的衣服，低声下气的跟他借钱。我突然觉得很恶心。我妈说的没错。我擦掉眼泪。你是个好人，好到让我妈在你家当保姆，好到借钱给我们，好到让我叫你叔叔。陈叔叔，您可真是个好人。我转身跑出了书房。客厅里，我妈刚买菜回来，正拎着袋子站在玄关。欣欣，她看到我满脸泪水。怎么了？书房的门开了，陈叔叔走出来。我妈看看我，又看看他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袋子从他手里滑落，土豆和青菜滚了一地。欣欣，他的声音像被掐住了喉咙。你知道了。我都知道了。我看着他，眼泪往下淌。妈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妈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风吹倒的树。你说我爸爸死了，你说他病死的，你让我在这个家里假装不认识他。你每天看着他，看着他妻子，看着他们的结婚照。妈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？对你自己公平吗？对不起。我妈的眼泪掉下来。对不起，欣欣，妈妈没办法。你有什么没办法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可以让我自己选。我敢吗？我妈突然吼出来，声音又尖又碎。我怎么敢告诉你？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怎么把你养大的？你2岁那年发高烧，我抱着你跑了2家医院，因为没有钱交押金，我在急诊室门口跪了3个小时，最后是一个护士看不过去帮我垫的钱。你5岁上幼儿园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接，你问我爸爸去哪了，我说他出差了。你10岁写作文，题目是我的爸爸，你编了一个故事，说爸爸是军人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。老师给你打了100分，你高兴地拿回来给我看。我躲在厨房里哭了3个小时。他一步步走近我，脸上的妆全花了。这些年有男人追过我，不止一个，但我一个都没答应，因为我怕找了后爸你会受委屈，怕他觉得你是拖油瓶，所以我一个人工作，一个人养你，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。你以为我想来这里当保姆吗？你以为我想让他看到我吗？可是我需要钱。你要读书，外婆要吃降压药，老家的房子漏雨要修。我投了几十份简历，只有这一家录用我。我来了才发现是他。你以为我没想过走吗？但我能走去哪儿？他蹲在地上，哭得整个人都在发抖。
我想让你见见他。他捂着脸，我想让你看看你爸爸长什么样。他过得很好，他是个有本事的人。我想着你见他一面，哪怕他不认识你，你也算是见过爸爸了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站在原地，眼泪不停地流。我想恨他，可是看到他蹲在地上的样子，我的恨一点也使不出来。这个34岁的女人，从19岁开始一个人带大我。她的青春，她的爱情，她的一切都搭在了我身上。她做错了什么？她只是爱错了人。陈叔叔从书房走出来，他的眼眶也红了。他走到我妈面前，蹲下来。对不起。他说，15年前对不起你，现在又对不起你们。我妈哭得更厉害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她抓着头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走过去，把我妈扶起来。妈，别哭了。我抱住她，我不怪你。她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小孩子。陈叔叔站在那里，手抬起来想碰我，又放下去。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，愧疚、心疼，还有不知所措。客厅里只有我妈的哭声。挂在墙上的结婚照里，秦阿姨的笑容依旧灿烂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。秋天的夜晚有些凉，头顶的银杏树哗哗作响，偶尔落下1-2片叶子。我不知道该想什么，脑子里全是乱的。14年的谎言，14年的缺席，14年的辛苦。如果这就是命运，那他对我妈也太不公平了。她19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大学生，天真的以为能和他一直走下去。分手时说自己怀孕了，对方不信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他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，一个人扛起所有。他恨过他吗？我问过他，不恨。他摇头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他那时候太年轻了，我也不懂事，我们都有错。他说着不恨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可是那个男人呢？他后悔吗？他刚才在客厅里蹲在我妈面前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哭了。那个表情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后悔。可是后悔有用吗？1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我妈最好的15年，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。那些在冷言冷语里长大的日子，那些因为没有爸爸而被人欺负的日子，那些看到别人骑在爸爸肩膀上，而我只能牵着妈妈衣角的时光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欣欣吗？我是陈阳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小心翼翼。你怎么有我电话？你妈妈给的。我只是想和你聊聊，可以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你说。我在小区南门这边的咖啡厅，你能过来吗？如果不方便，我也可以去花园找你。我挂了电话，起身往南门走。咖啡厅很小，灯光昏黄。他坐在角落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。看到我进来，他站起来，局促的像一个犯错的学生。你喝什么？不喝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欣欣，他终于开口，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些，是我欠你妈妈15年的道歉，但我知道道歉不够，一句对不起什么都弥补不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看着他，我想补偿你们。他说，我会支付你的学费、生活费，会帮你联系好学校。你妈妈如果想辞职，我会给她一笔钱，足够你们在杭州安家。如果她想继续工作，你打算告诉你妻子吗？他的表情僵住了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看吧，你说想补偿，
但你连告诉妻子的勇气都没有。你觉得给我们钱就行了？陈叔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不是要你的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一个爸爸。我的声音不受控制的颤抖。我要过去14年里，每一次被同学骂也中的时候，每一次看到别人爸爸来接放学的时候，每一次在作文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你能出现。他手里的咖啡杯停在半空中。我从小就想要一个爸爸。我看着他，我想过他的样子，高的、瘦的，会把我扛在肩膀上的。他会来参加我的家长会，会在我考了第1名的时候摸我的头说闺女真棒。他会在我被欺负的时候挡在我前面，说谁敢碰我女儿。我的眼泪掉进了面前的玻璃杯里，可是这些都没有。我只有一个说谎的妈妈和一个不知道我存在的爸爸。现在你坐在这里说要补偿我，你怎么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14年的时间，你能赔给我吗？陈叔叔低下头，他的肩膀在发抖。对不起。他的声音碎了，对不起。别再说对不起了。我站起来，你说了那么多对不起，但一个字都不值钱。我转身往外走。欣欣，他在后面叫我。我没有回头。走出咖啡厅，秋风迎面扑来。我站在路灯下，抬头看天空。杭州的天空不如老家干净，被城市的灯光映得发红，看不到几颗星星。我突然很想回老家，回那个被人欺负的小镇，回那个漏雨的老房子，回那个什么都没有但是不需要撒谎的地方。可是我也知道回不去了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妈在秦阿姨回来之前提出了辞职。秦姐，对不起，家里有些事，我得带欣欣回去了。她站在客厅里，低着头说。秦阿姨正在看手机，闻言抬起头，这么突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家里老人身体不太好，需要人照顾。秦阿姨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妈，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，眼神变得若有所思。林苏，她突然开口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您说，欣欣的爸爸是谁？我妈的脸瞬间白了。是我以前的男朋友，早就没联系了。是吗？秦阿姨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她伸手抬起我的下巴，仔细端详我的脸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孩子只是巧合长得像我老公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可怕，但越想越不对劲。陈阳大学时候谈过一个女朋友，叫林苏雨。你叫林苏，是同一个人吧？我妈的腿一软，差点跪下去。秦姐，别。秦阿姨抬手制止她，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欣欣是不是陈阳的女儿？我妈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是，我替我妈回答了。秦阿姨转过头看我，她的眼睛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很深的疲惫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前几天。陈阳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也是前几天。秦阿姨笑了，笑容很淡，像冬天窗玻璃上的霜花。好，很好。她走到沙发边坐下。我老公在外面有个14岁的女儿，他把他初恋女友接回家当保姆，让亲生女儿叫我阿姨。我们家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秦姐，林苏，你不用说了。秦阿姨打断我妈，这件事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陈阳。但是这个地方，你确实不能再待了。我妈深深鞠了一躬，我明白。我明天就带欣欣走。不用明天。秦阿姨站起来，今晚吧。我给你结这个月的工资，外加3个月补偿。
你带着欣欣找个地方住下，之后的事之后再说。他进了卧室，几分钟后拿着一个信封出来，这里是2万现金，不算多，但够你们过渡一段时间。密码是6个0。我妈推回去，秦姐，我不能要这个钱。拿着。秦阿姨把信封塞进我妈手里，我不是在施舍你，我是觉得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这件事里你没有错，你唯一的错就是太傻了。我妈拿着信封，眼泪掉下来。秦姐，谢谢您。不用谢我。秦阿姨看向我，欣欣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些年来你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怪她。我看着这个只认识几天的女人，突然觉得她很了不起。她发现丈夫背叛了自己，却还能冷静地帮我们安排退路。她的骄傲不允许她歇斯底里，不允许她打骂吵闹。她用一种几乎残忍的体面处理了这件事。秦阿姨，我开口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她摇摇头，你只是投错了胎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我妈收拾好行李，离开了那个家。临走的时候，秦阿姨站在玄关送我们，她的背脊挺得很直，脸上的表情一丝不差。以后有事可以找我。她说，谢谢秦姐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她转过身去，肩膀剧烈的颤抖了一下。她哭了，只是不愿意让我们看到。我妈在附近找了一家快捷酒店，房间很小，2张单人床，墙纸有些发黄，窗外的空调外机嗡嗡作响。先住几天。我妈说，我明天去看房子。洗完澡躺在床上，我盯着天花板发呆。手机响了，陈叔叔发来的微信，欣欣，你们在哪？我回家发现你们走了。我没有回复。又过了1分钟，他又发了一条，秦薇都告诉我了，他提出离婚了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情很复杂。他的婚姻因为我而破裂了，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？但我没有，甚至有一丝说不上来的痛快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妈一个人苦了15年，她却可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？凭什么我被人欺负到想死的时候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？现在她的婚姻完了，她就知道什么是失去的滋味了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我就被自己吓了一跳。我在想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恶毒的人？我关掉手机，把头埋进枕头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2个人打架，一个是小时候的我，扎着2个小辫子，坐在门槛上等爸爸；另一个是现在的我，站在黑暗中，手里攥着一把刀。小时候的我说，我想要爸爸；现在的我说，他不配。然后我醒了，枕头是湿的。第2天，我妈带着我去看房子。城中村的老式居民楼，没有电梯，楼梯间堆满了杂物。房子在6楼，1室1厅，月租1500。会不会太小了？我妈有些犹豫。挺好的。我说，比老家的房子好。我妈笑了笑，但没有笑意。签完租房合同，我们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些日用品。我妈挑东西的时候很仔细，每一样都要比较价格。牙膏选最便宜的，毛巾选特价的，连一卷卫生纸都要在3个品牌之间比了半天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突然想起小时候，那时候也是这样。她在超市里精打细算，我在旁边拉着她的衣角。有时候路过零食区，我会盯着货架上的巧克力看很久。她发现了，会蹲下来跟我说，
等妈妈下个月发工资了，就给你买。我从来不会闹，因为我知道她不容易。那时候我以为长大了就好了，长大了就能赚钱了，就能让妈妈不那么辛苦了。可是现在我已经14岁了，离长大还差好几年。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看着她一天比一天憔悴。妈，我叫她。以后我会好好读书的，考上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然后我养你。我妈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眶红了。傻孩子，她揉了揉我的头，妈妈不用你养，你好好的就行。可是她说着不用我养，她的手却在抖。那天下午，陈叔叔找到了我们，他站在出租屋门口，衬衫皱巴巴的，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，一看就是一夜没睡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妈挡在门口。我问了中介，他的声音沙哑，林苏，让我进去说，行吗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陈先生，您请回吧。林苏，陈先生。我妈的声音硬了起来。15年前我们已经结束了，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去你家工作，不该瞒着你。但欣欣的事，你没有资格怪任何人。你走吧。陈叔叔没有走。我不是来怪你的。他说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和秦薇已经签了离婚协议。我妈愣住了。房子归他，存款一人一半，下周就办手续。你疯了？我很清醒。陈叔叔看着我，欣欣，你那天在咖啡厅说的话，我想了一整夜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有资格当你爸爸，但我想试一试。是什么？我开口，是怎么补偿我们？不是怎么做一个好爸爸。如果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他的眼神很认真，认真到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你不用现在答复我。他说，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我不会再消失了。他转身走了。楼道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，一下一下的，渐渐消失。我妈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慢慢滑坐到地上。妈，我蹲下来，你还好吗？他离婚了。他的声音飘忽，他为了我们离婚了。那不是我们的错，可我觉得是我的错。他抬起头看我，欣欣，如果他和他妻子能好好过下去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他真相。可是他知道了，而且因为我，他失去了他的家庭。你觉得愧疚？不。他摇摇头，我觉得害怕。怕什么？怕他有一天会后悔，怕他后悔了会怪我们，更怕你会再一次被抛弃。我看着我妈的眼睛，那里面全是恐惧。14年前被抛弃的恐惧，一直没有离开过她。我抱住她，妈，我不会再被抛弃了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我妈挤在一张床上，她睡着了，呼吸均匀。我睁着眼睛看窗外的月光。陈叔叔说他要试试做一个好爸爸。秦阿姨和他离婚了。我妈说害怕再一次被抛弃。这些事情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，像一团乱麻。最后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还没告诉他我在学校经历了什么。他只知道我被欺负了，但他不知道那些视频，不知道那些笑声，不知道我站在楼顶上往下看的那一刻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说要当我爸爸。我闭上眼睛，明天吧，明天我要告诉他一切。如果他能听完，能接受这样一个破碎的我，也许，只是也许，我可以试着叫他一声爸爸，不是陈叔叔，是爸爸。我没有等到明天。凌晨3点，我从床上爬起来。
我妈翻了个身，没有醒。我穿上外套，轻手轻脚地出了门。楼道里很黑，声控灯坏了2层。我摸黑下楼，推开单元门，被夜风扑了个满怀。我在小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去哪？我报了陈叔叔家的地址。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大概觉得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半夜打车很奇怪，但他没多问。车窗外，杭州的夜景像一幅流动的画，霓虹灯、高架桥、24小时便利店。这座城市好大，大到让人迷失，但它也好小，小到装不下一段15年前的旧事。到了小区门口，我下了车。保安认识我，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妈带我登记过。欣欣，这么晚你怎么回来了？叔叔，我找陈先生有点事。保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放我进去了。电梯到12楼，门开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些紧张。凌晨3点半，我敲响了他的门，3声，很轻，带着试探，就像那天晚上我妈敲他房门一样。门很快就开了，他还没睡，穿着一件灰色的 T 恤，眼睛下面全是青黑。看到我，他愣住了。欣欣，你怎么？我想跟你说一些事。我打断他，现在？他看了我几秒钟，然后侧身让开，进来。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，光线昏黄，照的一切都模模糊糊。墙上的结婚照已经取下来了，留下一个浅色的印记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他坐在对面的单人椅上。我妈不知道我出来了，你该告诉她。我留了纸条。他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客厅里很安静，挂钟滴答滴答的走。这个家现在只有他一个人。你说要当我的爸爸，我开口，但你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。你可以让我知道。好，我看着他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解锁，打开一个文件夹，递给他。这是我上个月经历的事。他接过手机，第一个视频，厕所隔间，我从里面推门，推不开。外面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喊快点快点。手机镜头从隔板上面伸进来，对着我的脸拍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你们干什么？放我出去。笑声更大声了。第二个视频，走廊上，我低着头往前走，有人在后面跟着，一边跟一边骂，婊子，骚货，装什么清高。我加快脚步，他们笑得更大声了。第三个视频，那个视频他没有看完，只看了10秒钟就放下了手机，但我看到他拿手机的手在发抖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抱起来。别放了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够了。不够。我说，还有更精彩的。我打开手机相册，翻到一张截图，是年级群里发的消息。点击就看林心晓破鞋的精彩表演，后面跟着一串笑脸表情。这个群里有300多个人。我说，全校都在看。他的拳头攥紧了。我妈去学校找老师，老师说会处理，然后镇长的电话打到了校长办公室。第二天，老师把我妈叫过去说，只是同学之间的玩笑，不要上纲上线。再然后呢？他的声音在发抖。再然后，我吃了半瓶安眠药。房间里安静的能听到心跳声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。我看见他的肩膀在剧烈的起伏。那些人，他开口，那些人叫什么名字？你想干嘛？我问你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？他转过身，
眼眶通红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哭。这个人，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，他在为我愤怒。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成年男人为我愤怒过。老师不会，亲戚不会，我妈只会哭，外婆只会叹气，但他不一样，他的眼睛里全是怒火，像要把那些欺负我的人撕碎。你生气了？我问。我不该生气吗？该，但生气没用。我靠在沙发背上，已经过去了。没有过去。他走到我面前蹲下，欣欣，那些人必须付出代价。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。然后呢？你去报警，去打他们一顿。有什么用？视频已经传出去了，全校都看过了。你能让所有人失忆吗？他沉默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我慢慢地说，不是想让你帮我报仇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女儿不是一个乖孩子。她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她怕男生靠近她，她半夜会做噩梦惊醒。她现在正在看心理医生，吃很多药。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她是一块碎了又拼起来的玻璃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再碎一次。我看着她，眼泪掉下来。现在你知道了，你还想当我爸爸吗？他没有马上回答，他只是伸出手，轻轻地试探的把我抱进怀里。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沐浴露味道，胸膛很宽阔，和我小时候想象的爸爸一模一样。像，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带着鼻音。我想，就算你碎成1000片10000片，我也想当你爸爸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久。我告诉他我小时候的事，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说话，第一次上学。我妈怎么一边打工一边带我，外婆怎么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。我考了第1名，我妈怎么高兴的哭，我被同学骂也中，我躲在天台怎么哭。我说了很多很多，他一直听着，没有打断。有时候他笑，有时候他沉默，有时候他转过脸去擦眼睛。凌晨5点多的时候，我妈打来电话。林欣，你去哪了？我在陈叔叔家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你把地址发我。我过来。半小时后，我妈出现在门口。她的头发乱糟糟的，外套扣子扣错了位，一看就是爬起来随便套上就出门了。看到我安然无恙的坐在沙发上，她的腿一软，扶着门框才站稳。你吓死我了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对不起妈。我走过去抱住她，我只是想跟她聊聊。陈叔叔站在旁边，表情复杂。林苏，他开口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。什么事？我想正式认欣欣，做亲子鉴定，签抚养权协议，上户口，所有该办的手续我都想办。我妈看着他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意味着她是我的女儿，法律上、名义上、一切意义上的女儿。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有一个私生女？不怕。你不怕影响你的事业、你的名声？不怕。我妈冷笑，你15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陈叔叔的眼神暗了一下。15年前我22岁，我是个懦夫。现在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现在我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了。他们隔着2步的距离对视着，2个人都不再年轻了。我妈眼角有细纹，她鬓角有了几根白发。15年前的樱花树已经不见了。站在这里的是2个被生活磨去了棱角的中年人。好，我妈最终说，欣欣同意的话，我没有意见。
我们一起看向我。我同意。我说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些欺负我的人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陈叔叔点了点头，眼神变得锋利。交给我。亲子鉴定的结果1周后出来了，排除率0%，不排除亲子关系。白纸黑字盖着红章，我是陈阳的女儿。拿到报告那天，我妈哭了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，是释然还是别的什么。她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折好，放进包里。走，她说，去派出所。办完手续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户口本上多了一页，监护人一栏，从林苏雨一个人变成了林苏雨和陈阳2个人。陈叔叔看着那一页，看了很久。我终于有户口了。我说，2个人同时看向我。以前户口本上只有我妈，父亲那一栏是空的。每次填表的时候，别人都会问，你爸呢？我就说我爸死了。我看着陈叔叔，现在不用撒谎了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那天晚上，他请我们去一家很好的餐厅吃饭。我妈坐在那里很不自在，反复说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他点了很多菜，一直给我们加。吃完饭，他送我们回出租屋。在楼下，他问我，下周1来新学校报到，紧张吗？有一点。别怕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告诉你有用吗？有用。他蹲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可能错过了14年，但剩下的时间，我不会再错过任何一次。我看着他，他的眼睛和我一模一样。好，我说，爸爸。他愣住了，然后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。再叫一次，爸爸。他把我抱进怀里，抱得很紧。我妈站在旁边，捂着嘴哭。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，昏黄的光洒在我们3个人身上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以一家人的身份在一起。虽然这个一家人奇奇怪怪的，不是一个正常的家，没有夫妻，没有完整的父母关系，但是够了。我有了一个爸爸，这就够了。新学校比我想象中好，校园很大，有塑胶跑道和游泳池，同学看起来都很友好，但我还是害怕。开学的第1周，我每天走进校门的时候，心跳都会加速。走廊上有人笑，我会下意识的低头；有人拿着手机经过，我会绷紧身体。我没有交到朋友。下课的时候，别的女生3、5成群去小卖部或者操场，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假装看书。班主任是一个40多岁的女老师，姓周。她大概从档案里看到了什么，第1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。林欣，你之前在老家休学过一段时间，什么原因呢？方便说吗？我摇头。他没有追问，只是说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，学习上的、生活上的都可以。谢谢周老师。第1周平安无事的过去了。周5放学的时候，我站在校门口等爸爸来接我。他从公司开车过来，一般要半个小时。我低头看手机，没有注意到有人靠近。你就是那个新来的？一个男生出现在我旁边。我抬头看，他比我高半个头，穿着篮球服，额头上还有汗。旁边还站着2个男生，笑嘻嘻的看着我。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。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很冷。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篮球服男生上下打量我，听说你之前在老家被人搞过，视频都传疯了。血液涌上我的头顶。
关你什么事？哎呦，还挺横。他笑了一声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是真的假的？旁边2个男生也凑过来，其中一个举起手机对着我拍，那个动作和那时候一模一样。我的呼吸开始急促，视野边缘开始发黑，手心全是汗。拍什么呢？删了。一只手伸过来，一把夺过那个男生的手机。是爸爸。他站在我身后，脸色铁青。你谁啊？篮球服男生皱眉。我是他爸。爸爸把我拉到身后，你们刚才在干嘛？没干嘛，就是聊聊。聊聊需要拍视频。他打开那个男生的手机相册，翻到刚才拍的视频，删除，然后把手机扔回给那个男生。听好了，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里。我女儿之前经历过什么，那是她的事。在这里，任何人敢用这个来骚扰她，我会让她付出代价。我不是在开玩笑。3个男生被他镇住了，灰溜溜的走了。爸爸转过身看我，我还在发抖。欣欣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没事了。我点点头，但说不出话。他把我拉进车里，关上门，然后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喂，周老师吗？我是林欣的爸爸，有个情况想跟您反映一下。他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电话那头的周老师连连道歉，说明天一定处理。挂了电话，他转头看我，以后每天我送你上学，接你放学。不用。用。他打断我，不许拒绝。他的语气很强硬，但我看得出他眼里的心疼。好，我说。第2天，班主任把那3个男生叫到办公室，狠狠批评了一顿，还让他们写了检讨。篮球服男生的家长也被叫来了，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中年女人进来就嚷嚷我儿子做错什么了。周老师把情况说了一遍。不就是同学之间开个玩笑吗？女人不以为然。拍视频不算玩笑。爸爸推门走进来，他本来在走廊上等，听到女人的话直接进来了。你谁啊？林欣的家长。你儿子的手机里昨天存了一段我女儿的视频，未经允许拍摄未成年人并传播，你想知道这在法律上叫什么吗？女人噎住了。陈先生，您别激动，周老师赶紧打圆场。我不激动。爸爸拉开椅子坐下，我就是想问问这位家长，如果你女儿被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，被全校人指指点点，你会觉得那是玩笑吗？女人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你儿子今年多大了？15。这个年纪应该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我女儿刚经历过非常糟糕的事，正在接受心理治疗。你儿子今天拍他一段视频，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到那时候，你负得了这个责吗？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，女人终于低下头，小伟，给人家道歉。篮球服男生不情不愿地说了句对不起。爸爸站起来，周老师，麻烦您了。我希望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。一定一定。走出办公室，我看到爸爸的拳头还攥着。你刚才好凶。我说，我平时不这样。我知道。我们站在走廊上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。谢谢你。我说，谢什么？谢谢你替我说话。他看着我，笑了一下。我说了，不会再错过任何一次。那天晚上，他带我和我妈去吃饭。我妈这段时间状态好了一些，开始找工作。她投了很多简历，
有几家让他下周去面试。我想去做销售。他说，虽然底薪低，但提成高，做得好1个月能有1万多。会不会太累了？爸爸皱眉，不累，总比当保姆轻松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们3个人都笑了，气氛难得的轻松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爸爸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表情变了一下。我去接个电话。他起身走到餐厅外面，隔着玻璃，我看到他在门口来回踱步，表情越来越凝重。通话持续了10几分钟，回来后他的脸色不太好。谁啊？我妈问。秦薇的律师。他低声说，财产分割出了点问题，他想要这套房子。我妈放下筷子，你不是说房子给你吗？当时是这么协议的，但现在他反悔了。他揉了揉眉心，说这房子是我们婚后买的，他有权分1半。如果我不给，就起诉。那就给他。我说。2个人都看向我。房子给他。我重复了一遍，我们可以租房住。爸爸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欣欣，那套房子是你们的婚房。我打断他，墙上挂过你们的结婚照，每个角落都有他的痕迹。你住在里面，每天都会想起他。搬家吧，重新开始。沉默了很久。你说的对。爸爸最终说，搬家。我妈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骄傲，也有心疼。那天晚上回家后，我坐在出租屋的小床上，看着窗外的月光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点，说不上来是哪里变了，可能是胆子大了一点，可能是没那么害怕了，也可能是我终于敢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而不用怕被骂不懂事。14年来，我一直是那个懂事的孩子，不闹，不要，不哭，怕给我妈添麻烦，怕别人觉得我是负担。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告诉我，我可以不乖，可以发脾气，可以害怕，可以说出真实的想法。这个人是我爸爸。这种感觉很陌生，但很踏实。1个月后，爸爸搬出了那套房子。搬家那天我去了，客厅已经搬空了一大半，只剩几件大件家具。墙上的结婚照取下来之后，那个浅色的印记一直没有消。这个沙发搬不搬？搬家工人问。搬吧，爸爸说。秦阿姨站在卧室门口，看着工人把东西一件件搬走。她穿着一件驼色的风衣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这是过户的资料。她把文件袋递给爸爸，签完字就行了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我应得的。他说话还是那样淡淡的，不带什么情绪，但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东西，可能是难过，可能是疲惫，也可能是终于解脱了。秦姨，我叫他。他转过头看我。对不起，我说。他愣了1秒，然后摇了摇头。不用道歉，你没做错什么。他走过来，在我面前站定。欣欣，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你比我见过的很多大人都聪明。谢谢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句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爸爸是一个好人，但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至少对我不是。他欠我的，和你无关。不要因为你妈妈的事，就觉得他对不起的人只有你们。这个家里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我点了点头，我明白。他直起身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。再见了。他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门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抬起手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。搬家之后，爸爸在离我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30室一厅。他住主卧，
我住次卧，我妈住另一个房间，我们没有住在一起。我妈在外面另外租了房子，她说这样比较好，不是一家人就不要硬凑在一起。爸爸没有挽留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他对妈妈有愧疚，有感激，但是没有爱情。15年前的感情已经回不去了，他们都变了，这样也好。周末的时候，爸爸会来接我，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，有时候在家里做饭，有时候去外面吃。气氛有点奇怪，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。有一次吃完饭，我妈突然说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什么工作？房地产销售，在滨江那边卖商铺，挺好的。爸爸说，底薪3500加提成。上个月培训完了，这个月正式上岗。累不累？不累。我妈笑了笑，比当保姆有意思多了。每天能接触不同的人，还能学到东西。我看着我妈说话的样子，突然发现她变了。她的腰杆挺直了，说话声音大了，笑起来不再小心翼翼了。她不再是那个在别人家里低声下气的保姆了，她是林苏雨，一个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女人。那天晚上送我妈回去的路上，她突然问我，欣欣，你觉得妈妈变了吗？变了。哪里变了？变自信了。我说，你以前说话总是低着头，现在敢看别人眼睛了。她笑了，可能因为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了吧。她牵住我的手，以前在陈叔叔家，虽然他对我们很好，但终究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，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，怕说错话，怕做错事。现在不用了，现在的日子是我自己的，苦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自由。我握紧他的手，走到出租屋楼下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欣欣，妈妈想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有一个同事在追我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样的人？也是做销售的，比我大2岁，离过婚，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妻。他的声音有些犹豫，他人挺好的，对我也很照顾。但我想先问问你的意见。妈，我看着他，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实话。那我的实话是，你应该试试。你不介意？我为什么要介意？你已经一个人过了15年了，你才34岁，还有很长的人生。难道你要一个人过一辈子吗？我妈的眼眶红了。我怕你觉得。觉得什么？觉得你对不起我。我摇头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你把我养大，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该你为自己活了。我妈抱住我，哭了起来。傻孩子。她一边哭一边说，你才14岁，怎么比我还像大人？因为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情之后，其他一切都不算什么了。我在心里这么说，但没有说出口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从秋天到冬天，再到春天，我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，学习成绩稳步上升，心理医生的治疗起了作用。我开始能正常的和同学交流了，甚至有了1、2个朋友。那些视频的事情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噩梦了，但我知道它没有真正过去。有时候半夜我还会惊醒，梦见厕所的门被从外面堵住，梦见那些笑声。醒来的时候一身冷汗，不过我已经学会怎么应对了。深呼吸，告诉自己这里是杭州，不是老家，告诉自己那些事已经过去了，告诉自己现在有人会保护我。爸爸履行了他的承诺，他找到了老家的律师，起诉了那几个男生的家长。虽然过程很艰难，证据不足，对方找关系，但最终还是有了结果。
镇长儿子被送去了攻读学校，另外几个被记了大过。判决下来那天，爸爸把通知书拿给我看。满意吗？我看了一遍，然后把它收进抽屉里。不满意。我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真正明白自己做了什么，他们只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碰到了硬茬。我关上抽屉，但对其他人来说，这至少是一个警告。下一个被欺负的女孩，也许他们会收敛一点。爸爸看了我很久。你比我想象中坚强。他说。不是坚强。我说，是把软弱藏起来了。他伸手想摸我的头，又停在了半空中。欣欣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恨过我吗？在你知道真相之后。我想了想。恨过，但现在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恨你太累了。我说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不想再背着恨过日子。而且，我停顿了一下。而且你已经尽力了。我知道。那天晚上，我翻出了那本旧相册，搬家的时候爸爸把它给了我。我翻到那张樱花树下的合影，照片上的他们19岁和22岁，笑得很灿烂。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不知道生活会给他们开什么样的玩笑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他们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。他当年的懦弱，代价是我14年没有爸爸；他现在的承担，代价是他的婚姻和安稳的生活；我妈当年的执着，代价是15年的辛苦。而我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个意外，一个在废墟上开出来的花。我把相册合上，放回抽屉里。过去的事就让它留在过去吧。我还有很长的未来。暑假到了，爸爸请了年假，说要带我去旅行。想去哪儿？海边。那就海边。我们去了舟山，开车4个小时，一路上我靠着车窗看风景。爸爸开车，我妈坐副驾驶，她也被拉来了。车里放着老歌，90年代的流行金曲，爸爸跟着哼，哼得五音不全。我妈在旁边笑得不行。你以前唱歌没这么难听。她说，以前是装的。装什么？装文艺青年，弹吉他唱歌写诗。其实我五音不全，吉他是临时学的，诗是抄的。我知道。爸爸转头看他，你知道，你写的那些诗，我后来在一本诗集里看到了原文。我妈悠悠地说，作者叫徐志摩。车里的空气凝固了1秒，然后3个人同时笑出声来。到海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，我脱了鞋踩在沙滩上，沙子被太阳晒得发烫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，不是照片里的海，不是电视里的海，是真正的海。一望无际的蓝，浪花一层一层的涌上来，又退下去，发出哗哗的声音。我在沙滩上站了很久，在想什么？爸爸走到我旁边，在想那个药瓶。他沉默了。那时候我站在楼顶上，我说，看着下面的地面，有一瞬间我觉得跳下去就什么都结束了，不用再害怕，不用再痛苦，不用再被那些视频折磨。是什么让你没有跳？我想起我妈。我说，我想起如果我死了，她怎么办？她一个人把我养大，如果连我都没了，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腥的味道，所以我下来了。但我在楼顶上坐了很久，从傍晚坐到天黑，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，看着城市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。然后我想，如果我死了，就看不到这些了。
也许以后还会有好看的东西，也许不会一直这么糟。后来呢？他问。后来我回家了，我妈抱着我哭，然后她带我来杭州。海鸥从头顶飞过，发出清亮的叫声。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张开手臂，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水，最蓝的天。我想，我当时没有跳下去是对的。爸爸没有说话，我转过头，看到他在哭。这个37岁的男人站在沙滩上，眼泪流了满脸。别哭啊，我说，我又没死。我知道。他用手背擦眼泪，但是越擦越多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你当时跳下去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我有一个女儿。她来过这个世界，又被这个世界逼死了。她的声音碎成一片一片的。我走过去，抱住她。我没有死。我说，我在这里。你的女儿在这里。她抱紧我，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声。海浪在身后拍打着沙滩，远处有人在放烟花，绚烂的光在夜空中炸开，又慢慢消散。我妈从后面走过来，看到我们这样，眼眶也红了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旁边，静静地陪着我们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海边的一家民宿住下，房间有一个小阳台，正对着大海。我坐在阳台上，听着海浪声，看着满天星星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老家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林欣，声音有点陌生。我辨认了几秒钟，才想起来是以前班上的一个女生，叫刘雯。我们不算朋友，但她也没参与过那些霸凌。刘雯，你怎么有我的电话？我问我妈要的。她顿了顿。林欣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镇长被抓了，还有他儿子也被送进少管所了。我坐直了身体。什么？是真的。上个月的事，说是贪污，还有包庇。他儿子之前不是欺负过很多人吗？这次一起算账了。学校把那几个男生的学籍都开了，那个视频的事也被翻出来重新调查了。现在全县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。我握着手机，说不出话。我们班好多同学都说对不起你。刘雯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当时大家都不敢站出来，怕得罪镇长。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受害者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说，你不恨我们吗？不恨。我说，你们只是害怕，害怕是正常的。刘雯沉默了一会儿。林欣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我看着窗外的大海，月光照在海面上，碎成千万片银光。很好。我说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挂了电话，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镇长被抓了，那些人终于付出了代价。我应该感到痛快，但我没有，只是觉得终于结束了。那个小县城，那间厕所，那些举着的手机，那些笑声，终于可以翻篇了。我闭上眼睛，那一晚我睡得格外安稳，没有做噩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阳光晒醒，推开阳台门，海面被朝阳染成了金红色。沙滩上有人在晨跑，远处有渔船缓缓驶出港口。爸爸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早，他说。早。今天想去哪？都可以。我说。那就沿着海边走走。我们沿着海岸线走。一开始没有人说话，只是听着海浪声。爸爸，我突然开口。你会和我妈复婚吗？他差点被口水呛到。你说什么？复婚？不对，你们压根没结过婚。我纠正自己的措辞。
我是说，你会和我妈在一起吗？他沉默了一会儿。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没有那种感情了。他说，语气很坦诚。我尊重他，感激他，也关心他。但爱情这种东西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强行凑在一起，对你、对他、对我都不公平。他还在乎你，我知道，但他在乎的是15年前的那个我，不是现在的我。他站住了，看着海面，欣欣，我和他之间隔着15年的时间。这15年里，他经历了什么，我没有参与；我经历了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我们都已经不是当年那2个人了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对。那你以后会再婚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，看缘分。如果那个人不喜欢我呢？那我就不要他。他斩钉截铁，我的女儿排第1位。不接受这一点的人，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家人。海浪涌上来，淹过我们的脚踝。我没有再问了，有些答案知道了就足够了。那天下午，我们3个人一起去吃了海鲜大排档。我妈喝了点酒，脸红了，话也多了。她讲起以前的事，讲她怎么去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，讲我2岁的时候怎么把她的口红涂得满脸都是，讲外婆怎么偷偷塞钱给她，让她给我买新衣服。她讲的时候一直在笑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妈，你喝多了。我拿走她的杯子。我没喝多。她抹了把眼泪。我就是高兴，看到你开心我就高兴。爸爸坐在对面，静静地看着我们。吃完饭，我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。她睡得很沉，呼吸均匀，眉头终于舒展了。你知道吗？爸爸轻声说，这1年来她老了很多。我知道，但她现在笑起来比以前好看了。以前的笑都是挤出来的，现在是真的在笑。我看着我妈的睡颜，想起1年前的她。那时候她还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围裙，在别人家的厨房里忙碌，说话小心翼翼的，看人脸色，不敢大声笑。现在她穿着自己买的衣服，做着自己选的工作，过着自己决定的生活。变化太大了。是你让他变了的。我对爸爸说。不是我。他摇头，是他自己。他一直有这个能力，只是缺一个机会。现在他有了。妈妈在睡梦中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沉沉睡去。窗外夜色笼罩了大海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回到杭州的时候，秋天已经深了。银杏叶黄了，落了满地。我的15岁生日也到了。生日那天正好是周6。爸爸订了一个蛋糕，我妈做了一桌子菜，还有一个意外的客人，秦阿姨。她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，头发剪短了，看起来很干练。秦姨。我愣住了。生日快乐。她把一个礼盒递给我，打开看看。我拆开包装，里面是一条银色的项链，吊坠是一个小小的海星。听你爸说你们去海边了，你很喜欢海。秦阿姨说。谢谢秦姨。我戴上了项链。不用客气。吃饭的时候，气氛有一点点微妙。秦阿姨和爸爸说话的时候还是有些不自然，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客气的像陌生人。我下个月结婚了。秦阿姨突然说。爸爸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。恭喜。他说，语气很平静。谢谢。秦阿姨笑了笑，对方是我在上海的同事，人很老实，没什么大本事，但对我很好。那就好。陈阳。秦阿姨看着他，以后好好照顾欣欣。他是个好孩子。我会的。
秦阿姨没有待太久，吃完饭就告辞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她抱了抱我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小姑娘。她在我耳边说，秦姨，我的眼眶有点热，别哭。她笑了笑，松开我，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。虽然我和你爸离婚了，但这不影响我对你的好感。谢谢。她走了。风衣的衣摆在电梯门关上之前飘了一下，然后就看不见了。回到餐桌上，我妈正在收拾碗筷。秦小姐是个好人，她说。爸爸应了一声。你没有挽回过她吗？挽回过，但她不愿意。那说明她真的很聪明。我妈端着碗进厨房，丢下一句话，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都不会回头。爸爸站在原地，若有所思。我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别想了，你有我呢。他笑了。是啊，我有你呢。又1年过去了，我16岁了，高2，选了文科，目标是浙江大学。我妈的销售工作做得风生水起，去年拿了公司的销冠，今年升了主管。她谈恋爱了，就是之前追她的那个同事。2个人处得不错，对方对我也很客气。外婆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，能自己出门买菜了。她说想搬到杭州来住，我妈正在看房子。爸爸的公司上了一个新台阶，他比以前更忙了。但不管多忙，每周5下午他都会来学校接我，有时候带我去吃饭，有时候带我去看心理医生。虽然我已经不用治疗了，但他还是坚持定期去复查。他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。我知道他是在弥补那些年他不在的日子。虽然永远弥补不完，但他在尽力。而我呢？我过得很好。有时候我还会做梦，梦见那间厕所，梦见那些手机。但梦醒之后，我不会再发抖了。我知道那些事发生过，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抹去。但它们不再定义我了。我不是那个被欺负的女孩，我是林欣。我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妈妈，她教会我什么是坚强。我有一个迟到了14年的爸爸，他教会我什么是弥补。我还有一群朋友，一间堆满书的房间，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，这就够了。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，有裂缝，有缺口，有无法愈合的伤疤，但阳光会从裂缝里照进来，只要你愿意等。周6的早晨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。是爸爸。起来了吗？刚醒。干嘛？今天天气好，带你去爬山。你不是要加班吗？推了。我笑了。好。几点出发？1小时后到楼下。挂了电话，我起床洗漱。镜子里的女孩头发乱糟糟的，但是眼睛很亮。我戴上海星项链，换了运动鞋，背上包出门。电梯到了1楼，门一开，爸爸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。他摇下车窗，冲我扬了扬下巴。上车。我拉开车门，坐进副驾驶。车里放着老歌，五音不全的哼唱又开始了。你唱的好难听。那你唱。不唱。那就闭嘴。窗外的梧桐叶正黄，一片一片的飘下来。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，洒在车顶上，像碎金。我靠着车窗，感受着秋风吹在脸上的凉意。爸爸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接起来。喂。在路上。知道了，马上到。你别催。挂了电话，他主动交代，你妈。她在山脚下等我们，说买了橘子，可甜了。她男朋友去吗？
去，还有你外婆，那岂不是一车人？所以开了7座的车。他拍了拍方向盘，有些得意，提前想好了。我看着他，忍不住笑了。这个曾经和我毫无交集的男人，现在是各种意义上爸爸，会提前考虑车载人数的那种。走喽！他一脚油门，车子驶入了主路。前方是山，是树，是高远的蓝天，是漫长而明亮的未来。全文完。